就目前我的体验而言，它就是目前这种环绕感受的桑巴类产品的第一名，就是它。对，没错，目前的第一名就是 A9。Hello， 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这次呢，我们要来开箱 Sony 在2022年所发布的一款史诗级的音响产品，那也就是在我手边这个由4个环绕喇叭所组成的 HT A9。那其实呢 ，Sony 在2017年发布了这个 ST5000 旗舰级的桑巴之后，一直都没有一些比较旗舰级的产品推出，一直到就是2022年。Sony 才一口气推出了包含台湾还没有上市的 A5000， 然后已经上市的话就是 A7000， 以及还有我手边这个最新的 HT A9。那 HT A9 它跟一般的桑巴产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异呢？一般的桑巴产品它就是一个条形音箱，然后搭配重低音，那高阶一点的可能会再搭配后环绕。但是桑巴他们这种类型的产品，其实它的声音的重心大部分还是靠前方的。那 A9 的话，它是由于4颗一样的这个环绕喇叭所组成，所以它前后的这种音场分布是非常均匀的。那接着我们来讲到 A9 的外观。首先在外观A9 它单颗高31公分，那宽是16公分，深度是 14.7 公分。颜色的部分，目前它就有单一这种算是米白色可以选择。然后它的机身啊，摸起来是有一点像是，我觉得像是那种磨砂的手感，然后就你看到正面网罩，上面都是网罩。其实你从外面，就像我想拿手电筒去看单体的大小啊，其实我正面是看不太出来的。那上面的话，隐约大概有看到有一颗就天空声道的单体。好，于是我就再去找了一些原厂的影片，然后基本上 A9 它上面就是一颗天空声道的单体。正面的话，它上面有一个将近2公分的高音单体，然后下方有配有一颗方形的这个低音单体，然后呢，在低音单体的下方还有开了一个反射孔。那这边你看一下它低音反射孔结构的影片，它低音反射孔后面还有连了一个导管，那个叫做低音反射管。基本上这个反射的导管啊，它必须经过就是重重的计算与实验之后，要算出一个最佳的长度。那它才能去真正的去帮忙这种喇叭它的低音去做加强啊，所以你就知道 A9 设计的东西其实是蛮用心的。好，然后呢，接着呢，他们在它正面的单体的上方还有下方就是有麦克风的收音孔。那这个麦克风收音孔有什么功能，我们待会会讲。然后有些朋友他可能想要壁挂，壁挂的话，在 A9 的背面它会有一个拨盖。就是你把拨盖打开之后呢，它就会有一种挂法是像挂时钟一样，你打一个钉子在墙上把它挂上去。那另外一种是你可以搭配就是那种音响的壁挂架，你用锁的把它锁到壁挂架上面。好，那我们刚刚讲说就是 A9 它每一颗喇叭在上方下方都有配备一个麦克风嘛。那这是 Sony 他们今年有主打一个功能叫做360的 Spatial Sound Mapping 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呢，其实就是说A9 它的麦克风，它在侦测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音量的自动校正的流程。第一步，它会先侦测说每一颗 A9 它在这空间平面上的位置。好，那侦测完之后，第二步，它会侦测与每一颗 A9 它与天花板的高度。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原厂它的 demo 影片啊，它 A9 在摆放的时候，它是跟消费者讲说，你今天你的居家空间只要尽量让它摆在合理的范围就好，你不用说什么你家的空间格局不工整，买音响会不会效果不好？他就是跟你讲说 ，Sony 就跟你讲说，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就是把它尽可能的摆在你视觉上觉得 OK 的地方，就是这样就 OK 了。好，那我们刚刚讲说 A9 它会侦测这个平面的位置，然后跟天花板的高度之后呢，它接着就会做所谓声音的修正。然后做完之后，它原厂声称它可以去搭配他们的重低音。可以去组成一个就是 8.1.4 的这种Phantom Speaker， 叫幻象喇叭的阵列。就是坦白讲，就是他说他 A9 就只有4颗喇叭嘛，但它可以带给你的感受，它就是 8.1.4 级别的这种，就是杜比全景声的环绕体验，就听起来
就非常神奇。那感受的感觉，实际感受感觉是怎么样？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跟大家说明。好，那虽然就是我们刚提到这个什么 Phantom Speaker 这个幻象喇叭阵列，就是虽然各位不是音响专家，但是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对吧？虽然呢我不是数学家，但它听起来还不错，对吧？那我在这边先讲一下，就是大部分的这种音响的空间校正的功能，像环绕扩大机，他们也有这个空间校正的功能，但他们大部分都是用一支麦克风去做校正，不会像 A9 用到了8支麦克风那么多。那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在于说，一般音响他们的空间校正啊，他们是希望修饰这个喇叭的音色，让它就是减少一些这种因为空间影响的低音肥厚，然后或者残响过多的问题。那从来没有厂商会像 Sony 一样说，它的这些空间校正的技术做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好像喇叭变多了一样，就是这点从来没有人做过，所以 Sony 它算是非常独树一格的。好，那接着我们来讲到 A9 的配件，就是 Sony A9 的配件，就是目前在我们前方你也看到还有一个小黑盒。那这个小黑盒呢，它是负责就是接电视之后，把电视的声音稳定的送到这个4个 A9 的喇叭上面。好，然后它这个小黑盒呢，有具备一进一出的这个 HDMI 2.1 的接口，然后它的规格呢可以支援到就是 4K 120帧的影像或是 8K 60帧的影像。同时呢，它也支援这个高动态范围 HDR， 然后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但是呢，可能就有人想问说，那这样我有 PS5 啊，我有 Xbox， 我可以把它接到 HDA9 上面。那其实我现在的建议呢，是建议您不要这样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目前HDA9 它还没有支援所谓的 VR， 就是可变更新率，然后还有 ALM。然后其实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国外已经有网友会就是有直接问官方 Sony 的论坛说，就是请问你们就是目前近期会支援吗？这样，那其实基本上 Sony 的答复就是目前就是他们 A9 没有支援这个 VR 还有 ALM 功能。那未来呢，基本上也就是他们就是对未来它也目前暂无计划。好，所以基本上你要连 PS5 或 Xbox， 最好的接法是把 PS5 或 Xbox 连到电视有支援VR 还有 ALM 的 HDMI 接口，接着呢再从电视有支援这个 ERC 接口，然后用 HDMI 线接到HDA9 上面，那这样就是最好的接法了。好，那环绕音效的规格，基本上 A9 它就支援了，就是你知道杜比全景声这个是一定要支援的。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 ，DTS 加的最高的音效规格 DTS-X， 那 A9 它也支援。所以不管你是看蓝光片，或者是说你看各家的串流平台，基本上你都不用担心说你没办法听到最好的音效表现，因为 A9 它基本上所有的音效规格它都支援了。好，那接着在黑盒子的 HDMI 孔上方，你会看到有一个 S-Center Out 的 3.5mm 接口。那这个也是 Sony 他们在今年所主打叫做S-Center 的功能，就是说如果您的电视是使用 Sony X90K、X95K 或是 OLED 系列的 A 系列，那你的电视可以当做这个4颗 A9 喇叭的中置扬声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 Sony 电视 X90K、X95K 在跟 A9 这个系统连线之后，原本你电影里面讲话的人声呢，就会由你的电视帮忙负责。然后这个效果呢，其实我试了之后，就是我发现，当你今天有 Sony 的电视辅助的时候，你的人声的口白，然后以及腔声，就是会变得更加结实，以及那种定位感会更像是电视中的人物在跟你讲话一样，就是那个环绕感就是会提升更多。好，那这个小黑盒，就我前方这个小黑盒外观，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好像不太起眼，就一个旗舰产品它应该要做的很花枝招展，就是也许要这样。但是其实 Sony 它为了要做出就是大家看起来好像那么不起眼的一个小黑盒，它其实是费了很多的苦心。在 Sony 的官网里面，他们有专门一页，就是有写到就当初 A9 开发的一些细节，就是他有请就是很多的部门，假如说外观的设计师啊，机械结构的设计师啊，电路板的设计师进来分享。那
Sony 在开发这款 A9 这款 HT-A9 的时候，基本上它是以一个 high-end 产品来看待它，就是一个音响高级的产品来做开发的心态。所以像是在它的正面单体两旁以及正面单体的上方，它为了去减少声音绕射的影响，它都有去做切一个斜角。然后它天空声道的做法也不像一般的，你看到很多Soundbar的环绕喇叭，就是直接就放一颗单体放在一个长方形的最上面这样子。Sony 呢，它特别做了一个凹洞的形状，然后把天空声道的单体放进去。那这个凹洞的形状，其实 Sony 它也是经过计算，就经过很多次的计算与实验之后，它找出一个最适合的形状，能够帮助 A9 在这个天空声道在发声的时候，能够把声音完美的传送到天花板上面去。好，那接着呢，就是说，因为 A9 看电影嘛，常常电影会播得很大声，那播得很大声的时候，喇叭就会震动。那 Sony 呢，它为了不要让 A9 就是因为震动去破坏这个音质的清晰度，所以他们的机械工程师也讲说，他们在整个 A9 的里面的结构上，他们下了很多的功夫去做补强，就是让它在播放很大声的时候，它的音质依然是可以非常清晰的。然后夸张的是，我觉得那时候我看到之后，我真的觉得哇，怎么那么夸张？就是 Sony 他们连你看这个正面有网罩，上面也有网罩，他们为了音质的考量，正面的网罩跟上面的网罩的开孔是不一样大的。就 Sony 的开发人员讲说，他们当初连那个开孔的密度、开孔的大小，他们都试了，就是好几种版本，就只是为了要做出最好的音质。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到现场去看A9 这款产品，你真的要注意去看看这个设计的细节。就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马上就跑去就是我们展示间看了一下，还真的是就是天空声道的这个金属网孔比较大，正面的金属网孔比较小。对，好，那我们刚刚就是都在讲那个 A9 的喇叭的本体嘛。好，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不起眼的小黑盒，可能大家觉得说，不起眼，那其实他也花了很多功夫嘛。那他花了什么功夫呢？其实呢，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发团队他们设想的这个小黑盒呢，是现在小黑盒的2倍的大小。然后2倍的大小就是，当然这种外观的设计师就讲说，你今天一款音响产品，就是你要融入家里面，所以你的这个体积啊，你真的要尽可能的缩小，让它不要影响到人家的视线。然后这个时候呢 ，Sony 为了要做到最完美，所以它原本的一些零件，只要天线或电路板的结构，它都不能用了。所以他们的所有的工程师呢，就为了 HT-A9 就设计了新的天线，去调整它的。但是你要缩小的同时，你还是要让机器的散热的特性，你要让它无线传输的特性都要是稳定的嘛。所以他们重新做了天线，重新调整整个电路板的结构，之后才让 HT-A9 的小黑盒做到了现在这样的大小。好，那最后呢，其实 Sony 它是非常追求完美的，就是它考虑到了像 A9 的环绕喇叭，有人可能要挂在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呢，它连底面就是喇叭的底面它也做处理。基本上你在 A9 这整个包含小黑盒的产品上面，你找不到任何一颗螺丝的，就是你找不到一颗螺丝在上面，除了小黑盒背后你可能看得到2颗，你其他地方你都看不到螺丝的。就是 A9 的正面啊，这些底面都是非常干净的。所以就是真的是 Sony 真的是你就可以知道 Sony 多重视 A9 这款产品的。然后他们做完了 A9 之后，就是他们就请了一些就是好莱坞里面的音效的设计师，请他们来听听看。那他请了就是像是《捍卫战警》续集他的音效指导，然后就请他们来听。然后当然请电影的这种环绕音效设计师，我觉得是最准确的啦，因为他们一定是坐在那种上百万、上千万标准的这种音效设计室里面，然后听过了标准的声音，然后他再来听这个 A9 的音效表现去做一个对比。那可能当然有些人会讲说，当然这是宣传影片嘛，所以有一些广告的成分。但是我觉得这么讲好了，就是你看这些人，就是这些好莱坞的音效设计师，他们每天与这种很贵的器材，不要说上百万、上千万，甚至几千万都有。他们每天与这些器材就是相处，所以如果对他们来讲，就是 A9 能够得到他们稍微的认可，我都觉得这算是一个很大的、很正面的鼓励。那我们讲完了 A9 它整个外形设计之后，
接着我们来讲它最重要的就是视听的感想，因为可能很多人好奇说 A9 它就4颗喇叭又没有中置的这种扬声器，那它的人声的感受到底如何？就我自己的体验来讲，就是 A9 在播放电影，就是它没有电视帮忙的时候，你说声音会没有从中间出来吗？我觉得这么讲好了 ，A9 给我的感受是人声讲话很结实，很有感觉，然后这种嗓音都是传达的很真挚的情感。那的确，它没有那么明显从中间出来的感觉。然后但是人声的厚实度，我觉得是绝对不差的啦。然后，如果你今天也是有搭配 Sony 电视的话，我觉得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就是你搭配 S Center 之后的功能，那个人声的定位就是非常的清楚，而且我觉得厚实感又会再更进一步的加强。所以就是强烈推荐大家，你如果有 Sony X90K 的电视以上，一定要考虑这个 Sony HT-A9。好，那试听的时候，就是当然看 Netflix 这些是不够的，就为了我们要测试这个 Sony 机皇的实力。所以我们一样就拿出了杜比的测试片。那我们第一个测试的就是杜比它非常有名的 IMAX 这个场景。那基本上呢，它前面鸟飞一圈的时候 ，Sony A9 表现我觉得就算是中规中矩。就是它整个环绕衔接，鸟从左前方飞到左后方，再从右后方飞到右前方，这整个衔接就是非常自然，因为毕竟它是4颗一模一样的喇叭嘛。那接着第二段就是下雨的片段，我觉得下雨片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真的体会到 A9 它的厉害之处了。就简单来讲啦，我用其他的桑巴产品在听这个杜比测试片它下雨片段的时候，就有些桑巴你会觉得哦好，它天花板的确有下雨，但那个雨滴的感觉给人就是那种绵绵细雨，就是雨滴都很小，然后可能雨量也很小。但我在用 A9 播放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那个声音就是密度，就那个雨水是非常大颗的，然后落下来很有重量的，然后在你头顶上的面积也很大，这样子就是完全是那个水的重量跟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等级。好，然后就听完了这部之后，我觉得不够，我觉得还要再听第二部，我就用杜比它第二个测试片叫 Audiosphere。那 Audiosphere 它基本上这个测试片由2个地方组成，一个就是画面中你会看到一个小圆球前后左右的跳动。那它在前后左右跳动的时候，它就会有特殊的音效跟着小白球的音效一起出现。假如小白球跳到你的左后方，你的左后方就有声音。那接着呢，它过了一小段之后，它的天花板又会有铃铛的声音。然后这边其实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天花板铃铛的声音出现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它的这音色的真实的程度，会让你觉得说你在前方 A9 的上面的天花板有挂2颗壁挂式的喇叭，对，没错，它的音色就是这么的，你会觉得那么的真实，就好像出现任何的音效就真的出现在正前上方那样子。所以真的，而且那个铃铛的声音啊，你也不会觉得刺耳，就是真的像我以前有听过那种家庭剧院是前面有壁挂喇叭的，就是真的听起来感觉是一模一样。好，后来我又拿了，其实我后来又看了几部的电影啊，像是什么骇客任务啊，然后不可能的任务嘛。然后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A9 这样体验下来，我觉得它是整个声音的均匀度。因为很多的音响产品，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你有环绕感没有错，但是假如说这样今天一颗子弹从前面往后方射，或者它有一些环绕伴奏的音乐来讲，你会觉得声音到后方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很薄弱，就是它声音是有环绕有东西在后面。但是像 A9 的话，它不是，它的声音就是非常结实的，就是一些音乐啊，或是一些特效的物件，在从前面到后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好像真实世界一样，就是声音是很连贯的。然后就是因为 A9 这样均匀的声场表现，我觉得就算看一些5.1，就是单纯只有5.1杜比5.1音效的片子啊，它也非常好看。就是甚至我就把一些以前看过的片子拿出来回味，就是我在 Netflix 上面我就找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全面瓦解。然后这个片段，这个电影我觉得最好看就是他最后在那个汤姆克鲁斯他就爬上飞机与坏人搏斗，那个场景其实基本上它有一些配乐，然后还有螺旋桨那种回旋的声音。那在 A9 上面表现的时候，就是声音会很清楚，这是一定要的。就第二个就是它的整个配乐是非常，它整个管弦乐团下去是非常有重量的。那 A9 基本上表现就是非常的好，然后那个螺旋桨的回旋。
就坦白讲，这个片子啊，它是有出蓝光 Atmos 的版本，然后我也用过那种家庭剧院，然后是 5.1.2 的配置，我有听过。基本上，我觉得用 A9 听的时候，那种给我的沉浸感，跟我以前用家庭剧院听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你完全你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差异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啊，你基本上你在用 A9 去看电影的时候，你根本不用花心力或特别注意去听那些环绕的音效从哪里跑来，因为 A9 的音效它真的是太真实了，所以你就是很自然的放松，你就是沉浸在整个电影的剧情里面，你就是不用再浪费你的心力去听，有声音从左后方，有声音从右后方了这样子。对，那按照以往的惯例，其实我们都会提供一组参数设定给大家。那其实 Sony A9 它并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消费者去调整的选项。那只有说你在做完自动的声音校正后，如果你觉得人声偏高或偏低，那你可以使用这个它有一个页面可以做调整。但是要小小抱怨一下，就是说Sony 啊，它在做这个调整的时候，它没有一个测试音会发出来，所以变成说，今天你在调整的时候，你要切回去你原本的讯号源，就是做监听，然后你接着要回选项画面再继续做调整，所以这个来回其实浪费蛮多时间的。就是我就觉得，这还是稍微抱怨一下。然后刚拿到 A9 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 A9 的声音有点小声，那这边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去选项里面，它有个音讯选项，然后开启一个自动音量。那开启了自动音量之后，你就会听到这个 A9 它原本就是100%的实力的，就是它就是正常的 A9 了这样子。好，那音效模式呢有3个，一个是标准，那一个是音乐，一个是电影。所以如果你喜欢一些枪声啊，或是这种特效玻璃的声音比较尖锐，那你可以选择电影。我个人的话是偏好标准模式，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有开一定的音量，长时间聆听的话，我觉得标准模式会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设定啦。好，那在音乐串流的部分，Sony A9 它支援了自家 LDAC 这个最高规格的蓝牙传输，所以你只要有支援 LDAC 的手机或播放器，你就可以透过蓝牙去传输 CD 音质的音乐。那当然 AirPlay 2 Chromecast 也是就是有支援的。然后并且要特别一提的就是说Sony A9 还有支援这个360 Reality Audio 的技术。这个技术呢其实是 Sony 它所推出的，我觉得它基本上它就是音乐界的杜比全景声。然后目前如果你在台湾要体验这个360 Reality Audio，基本上你只能透过 Tidal 这个软体，就是你要跨区域购买 Tidal 的账号去做播放。然后我觉得这个环绕技术在听一些电子音乐，或者是听一些很多器乐、很多乐器伴奏的音乐，都会非常的过瘾。然后你就会听到很多就是乐器或特效在你的左右前后这样子跑来跑去。然后我自己的话，强烈大家听听看，就是一个爵士钢琴手叫 Herbie Hancock， 他的一个专辑就是电子的音乐的专辑叫做 Headhunters， 然后他基本上里面的歌啊都是有支援这个 Tidal 的360的音效。好，那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 A9 它本身它没有很复杂的设定，就是你消费者你买到它之后，基本上你只要到家，然后让它执行这个自动校正的程序，其实你接着要做的，你就是在沙发上去享受这个好的电影、好的音乐。然后4颗喇叭环绕喇叭，它的厚实音色一致的音色啊，就目前我的体验而言，它就是目前这种环绕感受的商霸类产品的第1名，就是它。对，没错，目前的第1名就是 A9。那接下来讲说定价，就是台湾索尼它在定价方面，就是这次也是非常的佛心。其实他们从去年的一些相机系列的产品，包含A7S3、A7M4，然后到音响的 A7000，基本上他们都是跟着美金报价在走，甚至有时候比美金报价还低。像这次的HT-A9， 它的美金建议售价是1998元美金，那台币的话，台湾索尼定价是在56900，所以你看起来在台湾买其实完全不吃亏。然后我也强烈推荐，就是只要你目前是使用 Sony X90K、X95K 以上的电视，
或是你在未来有考虑购入就是 Sony 电视的人，你基本上你强烈建议你要搭配这个 HT-A9， 因为有 S Center 这个功能，就你没用到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好，另外重低音的部分我们要讲一下，就是 Sony 他们针对这个 A9， 其实他们有出了2款重低音，一款就是我右手边的这个叫 SW5， 是最大颗的，那另外一款比较小颗叫 SW3。但是这个配件基本上我建议你就是直接上 SW5， 为什么？因为 A9 它的低音的分量其实本来就有一定的程度了，那你搭配 SW5 之后，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这个完美的这个 A9 跟重低音的搭配，然后加上其实小颗的低音跟大颗的低音只差1万块，就是坦白讲，你都已经买到 A9 这个价位了，你真的不差那个1万块，所以就不要吝啬那个1万块，直接上 SW5 最大颗的重低音。好，那其实这次体验 A9 之后，我觉得其实 Sony 他们整个规划产品的这个思路还是蛮清晰的，就是从入门的 S40 啊、G700 到 A7000， 然后还有这次的 A9， 其实他们这种家用产品的定位的逻辑就是都是很连贯，就是你消费者你都真的不要去做什么就是设定，然后你就是好好的去享受它，就是它机器就执行完自动的程序之后，你就会得到最好的音效。因为如果一个设备啊，坦白讲，它需要你具备一个专业的知识，或需要有专业人员的辅佐，它才能发挥一个音响，假如说 80%、90% 的音质的话，那这个产品其实它不应该出现在家用产品的市场，它应该是一个专业市场的产品。对，就是这样子。那这次 A9 的推出呢，它其实把一些传统剧院一直以来面临到的问题，就是通通搞定了。其实传统剧院他们一直以来都面临着主要是3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扬声器的体积通常都偏大，因为今天你不管是落地喇叭、书架式喇叭，就是它都需要一个空间，然后去摆放。然后有人会说，那我可以用嵌入式的喇叭，那种嵌入式的喇叭，你就必须要在装潢一开始初期的时候就已经配置好了，就是如果你是已经装潢完的人，基本上你就没办法使用了。那第二个是传统的喇叭的连接呢，它都是以一个环绕音响主机为心脏，然后连接了喇叭线到各个就是配置的喇叭。所以呢，如果今天最麻烦就是连接后环绕的喇叭，后环绕的喇叭线，如果你在装潢的时候你没有配置好的话，基本上你装潢完了，你就是只能走明线。那走明线代表你的线要裸露嘛，所以很多人其实没办法接受，就是你的喇叭线裸露在你的生活空间里面。那第3个就是操作设定比较复杂，就是我相信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完全没碰过音响的人，你自己买了一台环绕音响的主机，然后你买了一堆喇叭回去要接，你大概花了半天，你都没办法让喇叭发出声音来，就这真的是非常常见的状况，就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去研究说，音响要怎么接才是正确的，音响要怎么调整才是好听的。其实大部分人他们买音响就是，我花了钱，那我就想接着就是放轻松去感受产品的美好，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说，传统剧院的这个声音的品质，它还是会比 A7000 或 A9 好。但是我觉得这种的前提是在你的预算啊，今天有到10几万、20万，甚至30-40万的时候，假设你今天要同样你要花个6、7万，你要有 A9 这样的音质，然后你要 A9 这样方便的操作性，基本上你根本就找不到。所以就是我觉得随着 A9 这个产品的发布啊，就是也让大家更期待，就是之后 Sony 它到底能够做出这种，还能再做出什么更高价位、更厉害的产品。就是我自己听完之后，我也是觉得那感觉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期待。那我们麦式音响呢，目前也有展示这个 Sony 它 A9 搭配 SW5 这个终极组合，就我们现场也有实际的展示。然后欢迎大家，就是如果你想体验对了，然后我们现场还有全系列 Sony 的电视。所以如果你想体验就是 Sony 自己家的 X90K、X95K 搭配这个 Sony HT-A9，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终极的声音体验的话，就是欢迎大家直接来我们麦式音响体验一次。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大家还有任何想要看的，或者是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私讯我们的官方 LINE 或私讯我们的脸书粉丝团。那你也可以直接留言在 YouTube 底下，基本上我们都会有小编回复您。就是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那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期节目见，大家再见，拜拜。